湘云，我找了你这么久，没想到我们还是以这样的方式相见。他有醒过吗？有片刻苏醒，不过他好像忘记之前所有的事情，连他自己的名字都不记得，一个劲儿的发抖。我就帮他调配了一些镇定安神的药。救救我！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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好了，救救我！我来吧。若这姑娘的玲珑心真的能为教主跳动，换句话说，若她能真心爱上教主，那就能为教主献心，替教主续命。不过，我们只有1年的时间。1年还不够吗？当然不是。教主才貌双全，目若朗星，面如冠玉。若想俘获此女子的心，肯定是手到擒来。属下只是在想，我该如何调配药，才能帮助她恢复记忆。恢复记忆啊！哎，那其实也好。若他能想起来，是教主灭了那些酒楼的杀手，又救了他，自然会愿意献心报恩的。但若是他真的恢复记忆，肯定会想起灭门的惨象，到时必会去江湖上寻仇的。以后把他留在圣灵教吧，告诉他们，今后他就是我的关门弟子了。是。教主，教主，御剑宗已将杨宗主夫妇的尸身收敛，带回宗门了。知道了。教主，您平时都不关心这些江湖中事啊，怎么这一次突然这么上心了？弟子多嘴。那些杀手的身份可有线索了？他们衣着朴素，身上带的配件也都是市面上常见的样式，招式大开大合，看不出门派。你还记得本教杀进满香馆时，那些人毫无退意，甚至连倒下也未曾哼过一声。他们是死士？恐怕此事没这么简单呢。少爷，我按照您的吩咐在江湖上打探，得知此前有一众圣灵教教众拿着这幅小祥小姐的画像四处寻人。圣灵教？圣灵教就在离此处不远的圣灵仙山处。传说此山云雾缭绕，机关重重。这个教派十分神秘，鲜少参与江湖之事。圣灵教教主是怎样的人？我只打听到，那教主自幼便练习邪门功法，天生内力惊人，但身体病弱。至于其真正的名姓，并无人知道。您是不知道，小王这次写的故事，那叫一个曲折离奇，夸张的恰到好处。要不要看看？那，玲珑心，献心去命。伯父伯母，有一事，我想与你们商议一下。但说无妨。我派人打听到洛神仪的下落了，
他此刻就在蜀中。那还等什么？咱马上出发。小祥的玲珑心，至多撑不过2年，一刻也不能耽误。好。啊，飞喽！本以为我能护祥云远离你，安然度日，没想到你竟不择手段将他掳来，做你续命的药引。出空啊！这修明殿下怎么又历劫去了呀？裴修明、杨小祥二人青梅竹马，两小无猜。你大男小抱金砖呐！这设定，这背景，这不就是我写的《青梅竹马冤家录》吗？确实有很多相似之处。哎，但是尊贵如修明殿下沿用小王的命簿设定历劫，那怎么能算抄袭呢？借鉴，最多是借鉴。但是他们仨在圣灵教谈情说爱，说不定比我原来写的那个故事还虐。回头往外一宣传，就说2位仙君都用了我的命簿，那我不就出名了吗？啊！到时候写成话本一卖，零食轻松进袋。你这个算盘，你打得噼里啪啦的，你啊！才一炷香时间没见，就给我爬高上低、上房揭瓦，是不是？一点儿也不知道怜香惜玉。怜香惜玉。你是觉得香和玉这2个字，哪个字和你有关系啊？别人家的小徒弟都是乖巧懂事、尊师重道，哎，你倒好，像后山的野猴子成精，偷偷混入我神灵教的。那明明就是师傅说要吃小祥做的海棠花糕嘛，我才来摘花的。我这都是为了师傅。都是为了师傅。那前2天去药师阁偷拿千年灵芝来烧烤，去花房拿金丝君子兰炒饭，也是为了师傅喽？当然是为了提高厨艺，给师傅做更多更好吃的菜喽。那偷养几只野鸽子在房子里，还不小心让鸟屎沾到了被褥。千仞刚刚洗完，现在被子还晾在空地上呢。我这还不是为了养出更多鲜嫩的小鸽子，给师傅补补身体吗？你别这么折腾师傅啊！别说补了，北市是怕比你的小鸽子更早一步上西天呢。那明明就是师傅要吃海棠花糕的，又不让我摘花，那让我怎么办嘛？哼！这做海棠花糕没有海棠花怎么办？海棠花，
情况啊？又来了，还是他的列车可真够大。还有谁呀？我这刚配好的药，什么情况？厉害了，音乐紧张了，下去。谁说不是吧？吓死我！污点还在，不用重修。这1个月的时间，大爆炸8次，小爆炸18次。你说我们这小师妹年纪轻轻，居然还是一个火药学的行家啊！能被教主收为关门弟子，总归是有些特别之处的。这火药都是怎么配置出来的？从大街上，太特别了。师傅，这是小翔特意为你做的温馨家宴。这个是炭烧鸡丁，这个是火烤馒头，这个呢是烟熏菌菇。师傅，你尝一尝。小翔啊，做饭这件事呢，为师真的不强求了。毕竟以为师现在的身体，真的经不起日日这样折腾啊。师傅，小翔让你失望了，不过我会努力的。真的不必了啊！为师只有一个要求，就是务必一定，就算是拼尽全力，也要把海棠糕做出来。明白。刚才吃饭之前你说做了海棠糕，在哪儿啊？我是严格按照食谱去做的，一不小心手抖水放多了，水放多了我便加了些面，面加多了我又加了些水。听，听听为师脑门上的那些白头发是怎么一根根刺刺往外冒的。师傅，是小翔没用，罢了，我都来圣灵教1个多月了，什么都做不好，读书习武样样不行，我真没用。你别这样啊！圣灵教对于我来说就像家一样，我喜欢这里的生活，我也喜欢师傅。你说什么？我说我喜欢师傅，我喜欢师傅的处处宽容、谆谆教诲，还喜欢小忍师兄，他对我的悉心照顾，还有阿谋师兄教我习武。我喜欢这里的每一个人，我想为大家做些什么。那就回去，好好把海棠糕做好了。干什么呀？您不会是还想接着吃吧？教主，这小翔师妹呀，以后还会做很多次这样的温馨家宴的。咱们来日方长，珍惜生命啊！收了。圣灵教第148次大会正式开始。教主威武！教主威武！本教主不是说过吗？不要搞这种繁文缛节啊！说正事。
安影堂近日来业绩飞升迅速啊，钱某，怎么回事啊？这可都多亏了梁员外。这个梁员外在升官之后变得愈发勤勉，为了搜刮民脂民膏，甚至连去禹州的救灾款，他也要克扣一道。弟子通过山民，已经掌握了他贪墨的证据。贪心不足，那就怪不得我们了啊！是啊，弟子已经提醒梁员外了，他这个人倒是很上道，直接奉上封口费黄金1000两。弟子已将这些钱都换成了物资和粮食，发往灾区了。帮我转告这个梁员外，就说禹州灾民感谢他的善举啊。教主，还有一事，弟子禹州一行发现了几个因为旱灾而失了家人的孩子，已经将他们带回来了。您看，把他们编入弟子之列，你亲自教导他们识字写舞。弟子领命。我当时也是被你们捡回来的吗？要没有别的事的话，散会。恭送教主。神君，摩罗族最近安分得很呢。那护法景莲向来嚣张，他最近也没什么动静了。说不定他们是在韬光养晦呢。小王倒觉得不必多虑。上一次，神君轻松镇压了摩罗族之力，吓着了，不敢再造次。摩罗族诡计多端，你们呢？千万不可轻敌。是。教主，御剑宗陈堂主继任宗主之位，颁布江湖悬赏令，寻找小祥的下落。陈堂主。杨宗主过世之后，他便是最大的受益者。但据我所知，他对杨宗主忠心耿耿，并无二心。除他之外，还有什么其他可疑的人吗？杨宗主为人温和，在江湖中没有什么敌人。但若非要说曾与之不和的有清河五怪、辉山派二当家吴群，以及金乌派的掌门许文瑞。你们去查。他们这些人中，是否有人暗中豢养死士？弟子领命。小师妹难道又在研究火药学了？她是在研究厨艺，为本座烹调美食。他对教主这般用心，真是师徒情深，甚好甚好。